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睡不着的真相：你存在银行里的钱，从法律上说，可能已不是你的财产。这不是玩笑，而是全球悄悄发生的现实。无论你在纽约、多伦多还是香港，只要存款超过某个门槛，你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游戏。而银行永远不会主动告诉你规则。你是否经历过急需用钱时，银行职员却反复盘问你用途，要求提供证明，仿佛取自己的钱像在乞讨？如果你曾感到不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你必须知道的。这背后隐藏着银行系统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本期内容关系到你的养老规划和家庭经济安全。我是蔡志林，在健康之道频道只说实话。接下来我将带你走进银行金库背后，揭示他们运作存款的真相，并给你几条实实在在的策略，教你在不确定的金融环境中守住自己的财富。在开始之前，请你点赞并订阅健康之道频道，这不仅是为支持深度内容，更是为了让你在下次金融风暴来临前能第一时间获得预警。这个简单的动作或许未来能帮你保住最重要的资产。好，我们直接进入最核心的第一层真相。请你先在脑子里记住这句话：从你把钱存入银行的那一刻起，那笔钱在法律上就不再是你的财产了。我猜很多朋友都会愣一下，觉得我说错了。大家不都认为银行就像个超级保险箱吗？我们把现金放进去，它就好端端的躺在某个金库里，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出来。但现实比这残酷得多。当你把钞票递进柜台窗口，或者通过手机转账完成存款操作的那一秒钟，你和银行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法律条文里，你不再是那笔钱的所有者，你变成了银行的无担保债权人。这7个字听起来很学术，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钱已经变成银行的了，银行只是欠你一笔债而已。你手里拿的存折、银行卡或者手机银行里显示的那个数字，本质上就是一张借条，一张银行写给你的欠款证明。我来讲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上个月。我们频道的一位老观众，住在西雅图的陈阿姨，她给我发了很长一封邮件。陈阿姨今年62岁，早年从广东移民到美国，在餐馆洗了20多年盘子，手指关节都变形了，终于攒下了18万美元。这笔钱是她准备用来回老家盖个小房子养老的。上个月她儿子要付房子的首付，还差3万现金，陈阿姨就想从自己的定期存款里先取一部分出来。她提前3天跟银行预约了，结果到了柜台，经理把她请到办公室，开始详细追问每一笔钱的去向，要她出示儿子的购房合同，要她解释为什么不用转账而要用现金，甚至问到她儿子做什么工作，月收入多少。陈阿姨当时就气哭了，她说：我自己的血汗钱，我交了税的，为什么取出来还要被审问？你知道银行经理怎么回答吗？他面无表情地说：女士，根据联邦反洗钱规定，如果我们认为交易可疑，有权暂停账户并启动调查。最后，陈阿姨不仅没拿到现金，账户还被冻结了72小时。她打电话给我说：蔡先生，我一辈子相信银行，现在感觉自己像个罪犯。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银行不仅有权保管你的钱，还有权审查你的钱，质疑你的钱，甚至暂时剥夺你使用自己存款的权利。在他们那套风控系统里，大额现金提取自动就被打上可疑交易的标签。他们宁可让100个正常客户感到麻烦，也不敢放过一个可能的违规操作。因为一旦被监管部门认定涉及洗钱，罚款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美元。所以为难你、拖延你、劝退你，已经成为银行保全自己的标准操作流程。如果你也觉得这种钱存进去容易取出来难的双重标准很不公平，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我们需要让更多普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接下来我要说第2层真相，这可能更颠覆你的认知。银行经理拼命阻止你提现，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规定，而是因为他们金库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金。你肯定会觉得荒谬，银行怎么会没钱？银行不就是钱最多的地方吗？朋友，这里涉及到现代金融体系最核心的一个设计，叫做部分准备金制度。这个词你可能在教科书上见过，但很少有人告诉你它到底多危险。我尽量用最直白的方式解释，
当你把100块钱存进银行时，银行并不会把这张钞票锁进保险箱等你回来取。按照法律，他们只需要留下很小一部分，比如10块钱，作为应付日常提款的准备金，剩下的90块钱，银行会立刻把它带出去，带给要买房的年轻人，带给要扩大工厂的企业主，带给想炒股票的投机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今天有100个人，每人存了100块，银行账面上显示有1万块存款，但实际金库里躺着的现金可能只有1000块。平时大家相安无事，是因为不会所有人都在同一天跑来取钱。可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新闻里出现银行危机的报道，或者大家单纯觉得心里不踏实，想要把现金握在自己手里，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同时去提款，银行的现金瞬间就会被提空。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取大额现金时，经理会找各种理由拖延你。他们会说，哎呀，取这么多现金需要提前5个工作日预约哦，或者现在抢劫案这么多，带现金不安全，不如考虑一下我们新推出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再或者跨行转账多方便啊，提现还要收手续费呢。他们脸上挂着职业微笑，心里其实慌得不行，因为他们清楚，如果太多客户像你一样要把现金提走，银行的资金链明天就可能断裂，整个分行都可能倒闭。想象一下，银行就像个杂技演员，手里只有10个盘子，却要同时转动20根杆子，他们全靠速度和技巧维持着平衡。而你的提现要求就像是突然要抽走其中一根杆子，他能不紧张吗？他能不想方设法稳住你吗？特别是我们很多华人朋友，35岁以上的中产阶层，还有已经退休的叔叔阿姨，我们习惯把钱存定期，买大额存单，在银行系统眼里，我们就是最稳定、最优质的血库。现在你要把自己的血抽走，他们当然要拼命按住你的胳膊。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背后有点发凉？别急，还有更深的第3层真相。在继续往下说之前，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务必点个赞。你的每一个赞都是在为真相投票，也能让 YouTube 的算法把这条重要视频推荐给更多需要它的华人家庭。我们继续。第3点，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慢慢成型的巨大趋势，无现金社会的推进和它背后可能带来的负利率收割。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几年在世界各地使用现金变得越来越不方便了。在美国加州，很多新开的网红餐厅直接挂出 No Cash 的牌子，在加拿大多伦多，连菜市场摊贩都摆着刷卡机。在香港，八达通和手机支付几乎覆盖每个角落。在台湾，连夜市卖珍珠奶茶的小摊都能扫2维码。表面上这是科技进步，是便利性提升，但往深处看，这是一场针对普通人财富自由的温水煮青蛙。为什么那些大银行和政府机构都那么积极地推广无现金支付？因为现金有个他们最讨厌的特性，匿名性和自主性。你口袋里的1000块钞票，你想用它买米买油，想用它给孙子红包，想把它换成金首饰，完全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没有中间商赚手续费，没有机构追踪你的消费习惯，你的钱是真正属于你的工具。可是，一旦现金彻底消失，你的所有财富就变成银行电脑里的一串数字，这串数字可以被实时监控。银行知道你这个月去了几次超市，加了多少钱的油，给哪个亲戚转了账，这串数字可以被随意限制。他们可以设定你每天最多消费5000块，可以规定你的钱不能购买某些商品，甚至可以在特殊时期直接冻结你的账户。最可怕的是，这串数字还可以被悄悄稀释，这就是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负利率陷阱。当现金完全电子化后，你的钱只能存在银行系统里。如果遇到经济大萧条，央行为了逼老百姓消费刺激经济，可能推行负利率政策。也就是说，你存进银行100万，1年后不但没有利息，账户里可能只剩下98万，那2万块钱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要是在现金时代，你至少可以把钱取出来藏在衣柜里，保住见账面的数字。但在无现金社会呢，你无处可逃，你的财富就像放在阳光下的冰块，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点点融化。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银行经理那么不愿意给你大额现金了吧？因为你的提现行为就是在破坏他们精心搭建的数字化围栏。
他们希望你的钱永远留在他们的系统里，成为随时可以调节的数字资产。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早上6点起床工作，晚上10点才下班，省下一笔又一笔存款。我们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依靠，为了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帮一把吗？可现在，这个我们信任了这么多年的金融体系，正在悄悄改变游戏规则。说到这里，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已经开始焦虑了。你肯定在想，蔡先生，你说了这么多问题，总得给我们指条明路吧？难道要把所有钱都取出来埋在后院？那也不现实啊！别着急，光提出问题不给解决方案，那是制造恐慌。接下来我要说的第4部分，就是为你准备的家庭财务防震指南。这几条建议是我咨询了多位从业20年的金融界老朋友后总结出的核心策略，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建议你拿笔记下来，或者把这段内容收藏起来反复看。第1条自救策略，建立家庭的应急现金池，但必须讲究方法。我不是让你明天一早冲去银行，把所有存款都变成钞票，那样做你立刻会被系统标记，还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危险。正确做法是蚂蚁搬家式的储备，你平时去超市买菜的时候，顺便在 ATM 机取个300-500，周末逛街时再取个1000块。关键是每次金额不要触发银行的大额交易报告，门槛各国不同，但频繁接近门槛也会被注意。这样慢慢积累，目标是在家里备足够家庭3到6个月基本生活的现金，特别注意要多储备小面额钞票，万一真的遇到极端情况，比如大范围停电、网络攻击导致电子支付瘫痪，或者银行出现挤兑，小面额现金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想想那个场景，别人拿着白金卡却买不到一瓶水，而你从钱包里掏出几张20元纸币就能解决一家人的晚餐，那种安全感是任何数字都无法给你的。这里我必须郑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规避申报，故意把10万块钱拆成100笔1000块，在短时间内频繁提取，这在法律上叫做结构化交易，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培养的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现金储备习惯，而不是去钻法律漏洞，这是原则问题，千万别弄巧成拙。第2条策略，让你的资产配置去银行化，寻找真正的财富避风港。既然银行存款本质上是借给银行的债务，那我们就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个篮子里。特别是35岁到65岁这个阶段的朋友，财富保值比增值更重要。我建议你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实物黄金，注意，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金条、金币，能拿在手里，能放进自家保险箱的那种，不是银行账户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纸黄金。黄金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共同承认的终极货币。当某天信用货币体系出现问题，当某国纸币价值剧烈波动时，只有黄金还能保持它的购买力。它不需要银行经理审批，不需要联网验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被认可。除了黄金，对于有条件的朋友，分散持有不同国家的货币也是很好的对冲手段。不要把你所有的资产都换成单一货币。如果你生活在加拿大，除了加元外，适当持有一些美元现钞或瑞士法郎现钞，可以在本地货币波动时给你多一层保护。记住，在金融世界里，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不是老生常谈，而是血泪教训总结出的真理。第3条策略，学会聪明的和银行系统共存，避开那些不必要的风控雷区。首先，我们要承认，现阶段我们还离不开银行系统，那就得学会在规则内保护自己。第一，不要让你的银行账户长期不动，然后突然转入或转出一大笔钱，这种操作100%会触发风控模型。第二，如果你确实有大额资金需求，比如孩子留学交学费、家里老人看病、买房付首付，一定要保留完整的证据链，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缴费单保存好，把医院的诊断证明和费用清单整理好，把购房合同的关键页复印好。当银行经理再次刁难你时，把这些文件整齐地摆在他面前，他没有任何理由再阻拦你。第三，花点时间了解你所在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比如美国是 FDIC 保险，每个账户保额上限25万美元，加拿大是 CDIC 保额10万加元。如果你的存款远超这个数字，
请务必把钱分散存在不同银行的账户里，不要盲目相信大银行就不会倒。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也是人人仰望的金融巨鳄。分散永远是应对不确定性最有效的方法。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可能有些沉重，但我必须把真相说出来。我们华人骨子里相信勤俭持家，相信储蓄防老，但在今天这个各国疯狂印钞、全球债务高企的金融环境里，仅仅会存钱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守护自己的财富。那些银行经理永远不会主动告诉你他们的流动性有多紧张，不会提醒你存款保险的额度有多有限，更不会解释你的存款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笔需要管理的负债。只有看透了这层关系，你才能在风雨来临前从容地撑起自己的保护伞。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所谓的安全感不过是你比别人多思考了一步，多准备了一手。我希望健康之道频道的每一位观众都是那些在晴天修屋顶，在丰年被荒凉的智者。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点点帮助，请你行动起来，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最关心的家人群，给你那些还在以为钱存银行就万事大吉的长辈看看。你的这个转发动作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帮他们守住一辈子的心血。最后，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银行提现困难？当时你是怎么应对的？或者你对未来无现金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吧。你的真实故事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宝贵的参考。记住，在复杂的金融丛林里，我们普通人只有互相分享信息，彼此提醒，才能走得更加安稳。我是蔡志霖，在健康之道频道，我会继续为你带来这些不说漂亮话，只讲真心话的内容。感谢你的观看，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